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2月21号星期六，又出现在大阪城了。但是这个周六没有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我就轻松跑。刚和朋友们分开，都已经跑了15公里多了。今天是冬至，今天冬至吃个饺子，是吧？这边比台北冷差不多10度的样子。早上起来我出门的时候是0摄氏度，我再折返一个就回家。昨天小伙伴们的私信评论我都看了，就是那个 B 站年度总结那个。当时是有人说有那么一个报名，说录一段节目，我就录了一段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发。包括大家给我发的截图我都看到了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今天咱们闲聊两句，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还是直播间见，看朋友们在拍照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チャイニーズの YouTuber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1万人やったっけ？これ360のあ、インスタ。インスタ360。はい。いいですね、いいですね。僕もじゃあちょっとはい。近くファンを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ろしく。写真撮りましょう。はい。昨天下午3点多的飞机，这边落地6点半，在机场吃了饭，回家9点多，10点多一点睡的。这一周整个的睡眠不是太规律，回来就开始要调整，但是这次又不能要影响训练，几乎不能要维持住跑量。之后就是下个月的大阪半马，下个月的大阪全马。这一个整个的冬天的赛季对我来说应该就过去了。而且现在这一年比赛稍微多参加一些，感觉挺好的。这回头再跟大家聊，背靠背也没有那么的可怕。当然了，前提是因为不是冲成绩的，冲成绩的话不可能。这一年跑步、录像、直播、工作，各种事情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，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明年的比赛目前确定的是，除了开年这2场就是悉尼了，剩下的再看时间安排。我看到了好久不见的老朋友，哎呦啊，久しぶり啊昨日夜 back 見た見たフェスありがとうあ。はい、チーズ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またね。好的。像这种连续的比赛或者高强度训练之后，你的轻松跑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明天下午的会员节目，我大概聊一聊这次背靠背。今天先跟大家说说我的一个观点，就是高强度比赛或者是训练之后，大家觉得的疲劳，其实能感觉到的都是大肌肉，但是呢，容易受伤的都是小肌肉、关节和韧带，而这些地方的疲劳和损伤呢，你可能自主的感觉不那么敏锐，有时候不经意间就受伤了，所以要小心。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2个月的冬训的训练计划。一说这2个月，一下你看时间就过得太快了。真正意义上的冬训，差不多就是在对我来说2月底的大阪马拉松结束了。所以只争朝夕。这个月有2场马拉松比赛，但是我还是期待这个月可以稳定在500公里。然后呢，1月只有1场半马，1月要干到600公里。同时呢，这个冬训的课题是增加脚踝和腿部的力量，
调整我的跑步经济性。有时候你看像我跑得多，我觉得我的关节和韧带还有核心都还行，但是呢，我平常不怎么练负重的力量。也许强化一下大肌肉群，可能能补充一些小的短板。关于普通人练马拉松，刚才和蔡先生跑了几公里，就聊起来。他现在一周一休，1个月500，然后每周的安排最多的一次是一个25，然后2个21，剩下都是10几公里。然后我说可能如果以2小时50为目标的话，单次的距离不够。但是单次距离够了的话，可能跑量太大，就是不需要一定一周只休1天，2周休3天。因为我的态度是，你只有在日常习惯20公里，或者这么说啊，就是你日常习惯的距离再加10公里，差不多是比赛时候不行了的那个距离。对我来说现在就是31，如果你每次只有15公里，那可能就是25。但是如果31之后呢，顶一顶，顶到36，开始掉速，最后拼一拼。所以如果我的习惯距离从21变成了25，那也许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也是这周我做会员视频我想到的。通过这2次比赛，我的感觉特别明显，就是我上周跑了一个奈良的42，然后我这周在跑台北的42，你就感觉说，哎呦，我要是每2周或者每3周有一次40公里的训练，那马拉松算什么呀？就不算什么。真心话。行吧，我赶紧往家跑了。今天跑的不少，从这边走。有时候出来跑路，就比跑操场我觉得有意思。比如说你一看，哎，还有3公里距离够，那找一条3公里的路；还有5公里距离够，找一条5公里的路。银杏基本上都掉了1多半了。训练后再见吧，小伙伴们。12月21号星期六，清晨7点半了，训练结束。今天按照第2个训练日来安排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平均配速4分56，心率140。我中间还停了3次，跟碰见好朋友照相啊、聊天，所以今天跑得不慢，还行，状态还不错。就回到熟悉的地方，你睡眠哪怕你少2个小时，感觉也会更好。有时候出去，就我其实还没有习惯四处跑。如果像屏幕前有很多总出差啊、四处跑的小伙伴，比方像大河源先生老出差，他就比我这方面强得多。所以什么事都是没有鲜有天生就会的，都是后期培养的。有的人可能擅长这，有的人擅长那个，但是慢慢都能培养。行，今天是冬至，再跟大家问个好。结束了2场比赛，一段旅行，回到大阪，又是一段新的生活开始。下一场比赛之后回到北京，又是一个小阶段，然后再回来又是一场比赛，就是一个旅行一个阶段，一个旅行一个阶段，一段为这个事努力，一段为那个事儿忙碌，行吧？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几个小时之后直播间或者明天再见。